穿越4年，天生无灵根，本以为注定是个凡人，没想到躲避兽桥时捡到这枚乾坤玉戒，竟让我获得了大帝的技艺传承。不仅有9天阴阳地经这种无视灵根的逆天功法，这玉戒中封存的仙火与天雷更是自动融入了我的血脉。满村灵气太稀薄，我天生阴脉必须去外界寻找极阴之地汲取天地阴气，是时候离开了。走得太急，连早饭都没吃，只能先去镇上找点吃的了。好强烈的灵力波动！筑基境修士，而且这股令人作呕的气息是魔修。炼气3层，真是天无绝人之路。小子，乖乖献出你的精气，助本座恢复伤势。想吞噬我，就凭你现在这副重伤的残躯，区炼气3层，竟不怕我的威压？既然你自己找死，那就拿你试试大地功法的威力。黑鹰，你逃不掉！该死，偏偏在这个时候追来。好美。你不过炼气3层，竟能承受住我的金丹威压。见过前辈，前辈可是在寻一名身受重伤的阴森男子？他刚刚往右侧那条小路跑了。多谢。那黑鹰受了重伤，境界坠落，一个筑基修士的储物袋里定有不少修炼资源。刚好我天生阴脉急需资源，富贵险中求，大帝记忆中的神级功法正好派上用场。神隐诀第2境，幻影。可恶！要是不吸干那小子的血气再逃，也不至于如此狼狈。宗门要求活捉，若我出手太重杀了他，任务便算失败。去死吧！赢！强弩之末，还敢戏弄本座！黑鹰，束手就擒，本座饶你不死。死到临头，你笑什么？温连雪，想不到吧？我刚刚扔出的空瓶里，装的是我们魔宗无色无味的软灵散。软灵散，卑鄙！卑鄙！连雪妹妹，你可是大夏南域有名的美人，更是金丹境强者。只要吸干你的金丹血气，本座不仅伤势痊愈，还能借此突破元婴。你别过来！中了软灵散还敢强行运功，神仙难救。等我用这噬灵绳将你绑住，吞噬掉你最后的一丝反抗之力，你就是我最完美的人肉大药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你的人头和储物袋，我收下了。谁？可能？怎么是你？一个
个炼气3层的渣渣，你明明也中了软灵散，怎么？死人不需要知道那么多。第一次杀人，这滋味确实不好受。若非大帝记忆稳固心神，恐怕还真会手抖。至于那软灵散，1万多颗下品灵石，100颗中品灵石，还有武器秘籍，这魔修倒是肥得很。金丹境强者的身家，必定比这黑鹰丰厚100倍。罢了，先前在陵外，你本可直接偷袭，却用神识威压护我周全，我莫寒不杀救你恩人。客官好，请问需要点什么菜？把你们这儿最好的酒和最好的肉都给我端上来。饿了一上午了。客官，咱们这儿可是清源镇最好的酒馆，这好酒好肉的价钱可是不便宜啊。怕我付不起？够吗？灵石，凭空取物，您是仙人？够了的话，就快去准备。得嘞，仙人大人您稍等，马上就来。尊敬的仙人大人，您能大驾光临，小店蓬荜生辉。这灵石还请您收回，以后您随时来，小店分文不取。不必了，若是找不开便留着，下次我来继续从里面扣饭钱就是。是，多谢仙人大人赏赐，小人这就退下，不打扰您用膳。哼，有实力真好。若我只是个凡人，穿着这身破衣服，怕是早就被乱棍打出去了。必须尽快变强。这凡人城镇的敬畏算不得什么。衣着破烂如气息沉稳，脸上和双手竟一尘不染，此人绝不是普通的炼气期修士。这道目光盯了我半天了，不过没有敌意，随他看吧，又不会少块肉。大小姐，不好了！嘘。舒坦。大人您好，这是本店珍藏的上品桃花酿，还请大人赏脸笑纳。钱就从那颗灵石里扣吧。小女子江夕颜，见过公子。你怎么不继续戴着面纱了？他在酒馆里明连头都没抬过，竟然早就发现我了，这就是仙人的手段吗？还请公子恕罪，小女子刚才并非有意戴着面纱轻薄公子。找我何事？敢问公子可是第一次来清源镇？小女子斗胆，请公子移步到寒舍，借一步说话。没空。只要大人愿意帮小女子一个忙，夕颜愿意以身相许。不能剪，剪下来他就会对我失去兴趣，江家就全完了。走。真不是我贪图美色，我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喜欢助人为乐，真的。这位就是……父亲，这位便是我请回来的仙人。见过仙人大人。都起来吧，无需多礼。多谢大人，还请大人上座，尝尝我江家的粗茶。公子，请用茶。说吧，费这么大劲找我，需要帮什么忙？大人救命！吴家背后的仙人对我们虎视眈眈，我江家原先的供奉却突然跑了。为了保命，我们暗中又请了一位仙人坐镇，可谁知那新来的仙人根本就是个畜生。他不仅要江家每月80%的利润，还要暗中派人出去寻找其他高人，结果全被他打断了双腿，扔在门口。明天就是他给的最后期限，若不答应，他就要联手吴家灭我江家满门。原来如此，若是接下这活，极有可能要同时对付2个炼气期修士。虽然炼气6层以下我能轻松碾压，但这帮人只给一次好处，亏本的买卖我可不干。若是公子愿意为江家撑腰，什么要求、虚言都可以答应。对，只要大人愿意庇护江家度过此劫，要多少钱，我江家砸锅卖铁也愿意出。好，
这个委托我接下了，至于钱的事，后面再说。另外，给我准备一处清静的别院，从今天起，我就在江家住下。太好了，他答应了，只要能保住江家，就算把自己交给他，父亲也不会知道的。啊，一下午才炼化2块，天生武灵根，果然无法按正常方式修行。若做魔修吸纳他人血气，太容易暴露。就像今天上午那个黑鹰一样，必须找商会换取蕴含天地阴气的资源或者阴脉才行。守护生还在，东西也没少，是谁救了我？公子，可要用晚膳？进来吧。公子请用晚膳。公子，还请先用晚膳，一会儿饭菜就凉了。不急，我们先说话，再吃饭。大人，何事？是小的失礼了，还请大人莫怪。是这样的，大人，那名邪恶的仙人还有吴家的人，他们都上门来了，此刻就在江家门外。知道了，你先去见客。完了，全来了，这是要灭我江家满门啊！江天，本仙1个月前向你提的要求，不知道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江天小儿，若是不想江家今日成为清源镇历史，本仙劝你还是乖乖将江家80%生意的利润交出，顺便把你那宝贝女儿也交出来。想灭我江家，做梦！小美人儿，嘴巴这么厉害，希望你今晚不会让我失望哦。真香。区区2名炼气4层的垃圾，也敢自称本仙？导游，我好强，这就是他真正的实力吗？从今天开始，清源镇其他3大世家，包括程珠，每年都要向江家缴纳80%生意利润。尔等可有意见？没意见，我等愿意。既然如此，尔等都可以滚了。今日太阳落沙之前，若是本座看不到尔等前来江家缴纳去年的生意利润，后果自负。是，我等遵循仙人吩咐，现在就回去准备。哼。好，不愧是父亲的宝贝女儿。回父亲，夕颜没事。这神界顺身功法一念千里，消耗实在恐怖。刚刚连续使用2次，竟抽干了我1大半灵力。看来以我目前炼气3层的修为，武力也是极限。必须尽快恢复。
终于突破炼气4层了。虽然没有灵根，炼化速度慢，但这灵石里的精纯灵气，倒也足够弥补。怎么？看各位家主和城主大人的表情，好像不太愿意将这些银币交出的样子。江家主说笑了，这可是我们4家去年的80%收入，哪里敢不交？几位若是不愿，大可亲自去仙人大人那里说一声，江某绝不强人所难。别！江家主千万别惊动仙人！一听说贵府的仙人就供奉了，吓得连夜还敢造次。算你们识相！来人，把这40箱银币抬上，随我去拜见仙人大人。大人，这是吴家、李家、王家和城主府送来的银币，整整40箱，请大人过目。这些钱就送给你们江家了，该拿的好处我已经拿了。送给我们江家？原来如此，夕颜这丫头昨夜抽空了江家80%财产，定是全怪大人看不上这些俗物。仙人寿命悠长，夕颜以后老了可怎么办？多谢大人赏赐，江家上下没齿难忘。对了，问你个事，往年可有其他仙人路过清源镇？回大人，有的。幸好只是要了钱财，未行灭门之举。若引来大宗门注意，反倒是麻烦。之前你们江家请来坐镇的那名仙人，为何突然离去？回大人，那名仙人临走前曾说，他要去一个叫黑市的地方办些事情。黑市那是什么地方？小的也不清楚，只听那仙人说，他这一去可能回不来了，因为那黑市里全都是仙人，以他的实力去了极易出事。全都是修仙者，看来那里必定有我需要的更高阶修炼资源。这清源镇已经没有留下的必要了。你可知这黑市的具体位置？回大人，小的不知。知道了，带着这些箱子退下吧。是，大人。黑市有点意思，倒不如去黑市碰碰运气，看看有什么机缘。黑鹰不愧是魔修，连这南域的地图都如此齐全。红色标记虽有宝物，但极度危险，以后实力够了再去探索。找到了，从清源镇出发，大概2、3天的路程。如此偏僻之地，应该不会有高阶修士。事不宜迟，准备出发。夕颜见过公子。我要去一个地方，离清源镇很远，能否麻烦你为我准备1辆马车和1名车夫？请问公子何时出发？明天早晨吧。终究还是留不住他吗？遵命，公子。夕颜这就去办。公子，我要用晚膳。进来吧。没了心如何相配？盼铃声清脆，帷幕间灯火幽微。我和你虽天生公子，请用膳。夕颜姑娘，你不必如此，我们之间的交易已经结束，你不欠我什么，且默默也不是什么好色之徒。公子，您可以在清源镇多待一段时间吗？这可是你自找的。公子，明早我会走，这道传讯符你留着。我走后，若是江家出了什么事，你只需将其捏碎，不管我在哪里，我都会赶回来。江家一别千年，
这一路注定不会太平。大人，小的叫江石，是您的随行车夫。气息内敛，下盘稳固，是个训练有素的凡夫武者。夕颜有心了。你终究还是走了，连一句道别都不肯留给我吗？这副身体用灵石修炼，效率简直如龟爬，必须尽快找到极阴之地，或是用资源换取阴脉才行。江师，停下！是大人。江石，快速前进200米。遵命。呀，哪来的小白脸公子哥，敢管爷爷们的闲事？这身形打扮，倒是与夕颜初见时如出一辙。江石，连正眼的如同碾死4人杀了。是大人。想杀了大爷们，就凭你们2个废物！三弟小心！多谢公子救命之恩。何事？公子可否送小女子去清河镇？到达目的地后，小女子必有重谢。上来吧。就。公子可是修仙者？公子此刻的穿着虽与凡人世家子弟无异，可公子的侍卫却称呼您为大人，而非少爷。在凡人世界中，唯有对仙者才会统一尊称为大人，因此仅凭一个称呼就能看破伪装。这女人不仅有底牌，脑子也够用。不错，我是修仙者。不知姑娘，我将你送到清河镇后，会给我什么好处？不知公子想要什么好处？哼，我要你。公子说笑了，小女子面貌丑陋，身材肥胖，怎能配得上公子这般神仙人物？是吗？那你把面纱摘了，再把披风脱了。若你真如你所说那样面貌丑陋，我也就不要你了。放肆！我堂堂无双城苏家之女，竟被一个炼气境如此轻薄。若非怕天阶雷符的动静引来那些魔修同伙，这瓶子里装的是12枚灵元丹，服用后可在数息内迅速恢复体内灵力。为了感谢公子的救命之恩，这12枚灵元丹赠与公子。若公子将小女子平安送到清河镇，小女子愿意再奉上12枚，不知公子意下如何？这该死的披风里，不知道还藏着多少保命的宝贝。见好就收，避极了反受其害。可以。多谢公子一路护送，后会有期。江氏，继续走。是。距离黑市还有2、3天，能突破多少是多少。该死，寒毒偏偏在这个时候全面爆发，炼气9层的修为全被冰封了。若没有火属性的天才地宝压制，我如今连个凡人都不如。不行，我现在灵力尽失，就算苏家众人安全脱身捏碎了传讯符，我也根本感应不到。
若我现在贸然捏碎传讯符，没有灵力传音，他们只会暴露位置。万一那群魔修顺藤摸糟跟过去，苏家将被一网打尽。清河镇，天宝商会分后，只要找到躯刚。退下。紫衣一楼执事就是他了。凡人，天宝商会的规矩不懂吗？买普通物品去找青衣职务时，本执事很忙。带我去见你们会长。嘘，大气都不敢喘。贵宾，您这边请。仙境凡人，在养老夫，这执事跟了我10年，绝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。这毫无修为的丫头，来头大得吓人。老朽屈豪乃是此处天宝商会分会的会长，不知姑娘是？老朽屈豪拜见少主。起来吧。谢少主。废话少说，你这分会里可有什么火属性的天材地宝？立刻拿来！还望少主恕罪。火属性天材地宝实在太过稀有，老朽这分会中此刻确无此等神物啊！连天宝商会都没有，难道天要亡我？不过，少主，大夏无双城苏家天骄患有怪病，修为尽失，急需火属性至宝驱寒，全对上了。这位火祖怎么一个人跑南域来了？起来，把你知道的一字不落说出来。回少主，近几日老朽手下的人在南域发现了一处熔岩秘境。继续说。只是这秘境天地法则特殊，唯有筑基境以下的修士方可踏入。老朽乃金丹境，若少主执意前往，老朽进不去，无法护您周全啊。具体位置？落霞山脉。落霞山脉外20里，刚好有一处黑市，那里也有天宝商会的分后，天无绝人之路。你可是猜到了我的身份？老朽不敢，老朽什么都不知道。知道了也无妨。接下来去落霞山脉，你随我同行。老朽愿为少主鞍前马后。少主，既然如此，要不要从商会中挑选几名精锐的炼气境修士，随您一同进入秘境？不必，商会培养人潮不易，落霞山脉附近也有分会，到那边再做计较。少主英明，那我们何时启程？明日清晨，先给我安排一间客房，你有半天时间交代商会事宜。另外，少主这个称呼我不喜欢。是，小姐。今日之事，你若敢泄露半个字，老夫不仅要你的命，还要诛你9族，听懂了吗？会长饶命，属下今日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都没看见。小姐当心，高空风霜极大，您此刻毫无修为，万不可勉强。若非我这储物袋有特殊禁制，不能强行破开，取出里面的非洲，何须如此受制于人？是他，那个敢调戏我的炼气期蝼蚁。曲航，降下去，我要给那车里的人一点教训。小姐，下方确有一名炼气修士，但我们此行寻找火属性至宝事大，若在此耽搁，罢了，正事要紧，全速前进。是。这灵石是你的辛苦费，这颗丹药务必交给你家小姐江夕颜。多谢莫公子，公子大恩，江家没齿难忘。一边吸纳中品灵石，一边用仙火凝聚这颗保命丹，差点把我抽干。去吧。神隐诀第1境，吸银，这样才像个高手。站住！进入燕市，需缴纳5颗下品灵石。不知阁下是？随便来看看。
阁下可是第一次来燕市，是又如何？快，别过来！救命啊！你对他做了什么？我等并没有恶意，还请前辈手下留情。你在教我做事？在下不敢，前辈大人有大量。前辈若是第一次来，我等愿意免费赠送嗨市地图和规则手册。下不为例。小的知错，多谢前辈不杀之恩。这地狱之眼的反噬也太恐怖了，瞬间抽干了我一半的灵力，装这个高手代价真不小。快，赶快通知主上，这绝对是个杀人不眨眼的老怪物。主上，刚刚来了一位神秘之客，他只是随意的看了我一眼，主上，神秘之客看我一眼就让我生不如死，一眼就让筑基期生不如死。姑娘，老头子我不过是个废人，不值得你连续3年天天来此。前辈既然心意已决，晚辈改日再来拜访。若非主上严令禁止，真想砍了这不识抬举的老东西。杀意，老夫倒是多年没活动筋骨了，可惜没敢冲进来。今天黑市怎么了？前脚刚来了一个带着凡人女子的金丹老者，后脚又来个戴面具的神秘高手。传令下去，不惜一切代价查出那个戴黑色面具的神秘高手在哪儿。若能拉拢他与杂货店老者，周边黑市尽归我手。闲杂人等，退下。金丹期大能，前辈息怒，不知前辈大驾光临，有何贵干？我们有事找你们会长。金卡，两位贵客，方才是在下有眼无珠。我们会长在4楼雅房，请随小人来。老夫也是金丹，他不可能感应不到。当着老板的面摸鱼摆架子，若老板怪罪下来，会长，那位老者是金丹期，手里拿的是金卡。两位实在抱歉，方才庞某想事情出了神，失礼了。不知两位贵宾有何吩咐，尽管开口。这金丹老者竟如此听命于这女子，可他身上为何毫无灵力变动？老夫来此，想向庞会长借些信得过的炼器修士，人数越多越好，境界越高越好。借人？阁下可否告知，借这些修士去做什么？对他们来说，可有性命之忧？有一定的危险性，但若庞会长愿意借人，事后不管结果如何，老夫必有重谢。商会的人都是京城苏家亲自把管培养的，若是折损过多，上面怪罪下来，我担待不起。可若是不借，这金卡贵宾去总部告我一状。罢了，庞某这里人手也不宽裕，我可以借给阁下2人，一名炼器8层，一名炼器9层。这是我们目前的住处，明日一早让那2人来此报到。暗影楼在这黑市果然横行无忌。这间店规模如此大，黑市地图上竟毫无标注，而且里面有一股紊乱的气息。身上毫无灵力波动，要么是凡人，要么修为在我这筑基大圆满之上。架子上的东西明码标价，看中什么把零食放柜台上。就是他了。阁下，这柄剑我看上了。炼器9层，在这黑市不遮掩容貌，又是这种做派，我若是不楼的人，阁下，在这黑市有些东西
不是你有灵石就能拿得走的。你确定要跟我抢？滚！看不到，这气度至少是筑基。若是先动手，暗影楼可不会为我出头。是在下失礼了，君子不夺人所爱。既然阁下喜欢这柄剑，就是阁下的了。你搞错了，这柄剑是我先拿在手上的，不是你让给我的。白痴！袋里的灵石只够买这根狼牙棒。阁下，这柄剑可否便宜一点？4500。能否赊账？不能。黑气缠身，气息紊乱，果然有古怪。开玩笑的。那老头锁骨处的黑气，错不了，是禁术，是灵咒。中此咒者，修为会不断下跌3个大境界。他表面是筑基巅峰，那他真正的实力应该是化神。一名化神级别的打手，若是能收服，后续会省去很多麻烦。雕虫小技，噬灵咒的紫味不好受吧？想解除就来城外往东50里处。是他怎么会知道？我已经到了，你若是在，请你出来。该死，看来是真的被耍了。小畜生！装神弄鬼，区炼气4层，也敢来捋老夫的虎须？前辈不愧是筑基大圆满，晚辈佩服。你是怎么知道老夫中了噬灵咒的？此事说来话长，要不前辈，咱们坐下来聊聊。一个小小炼气，你也配？好强！炼气与筑基的鸿沟，果然不是靠普通功法就能填平的。佛门金钟罩小子，你身上的秘密不少，在老夫自缢上从不杀无名之辈，还不快报上名来？放弃挣扎了吗？老匹夫，刚刚打得爽吗？逆灵诀的副作用，至少有1分钟的虚弱期。逆灵诀的代价，竟是整整100年的寿元。炼气5层，这生死一战，倒也不算全亏。道友，为何？道友为何不直接杀了老夫？想不想解除噬灵咒？他竟能看破噬灵咒，此子昨夜隐藏修为瞬间爆发，绝不是普通炼气期。道友，想要老夫做什么？留在我身边10年，听命于我。10年后，我还你自由。老夫若是拒绝，道友会杀了我吗？会。5年。你帮老夫解除噬灵咒后，老夫最多听命于你5年。5年后，老夫必须离去。可以。里面有10颗灵元丹，全吞了。老夫灵力枯竭，
此刻一口气吞下10颗，怕是来不及炼化。不需要炼化，瞬间恢复巅峰。这丹药，运转功法，待你伤势痊愈，我助你拔出噬灵咒。好。仅仅一炷香，多谢道友。开始吧。道友且慢。何事？道友身上可有毒丹药之类的物件？道友就不担心老夫解除噬灵咒后说到做不到，甚至对道友出手？我能将你打残1次，就能有第2次，只不过下一次老先生是否还能喘气，我可就不知道了。一会儿我会凝聚一道仙火打入你体内，切记不要反抗。待仙火入体，你便按玉简上的方法引导它游走全身，噬灵咒自会解除。当然，整个过程一开始会生不如死。多谢道友告知，老夫已经准备好。真是仙火！昨夜他若动用此火，我早已灰飞烟灭。去！给我解！仙火之种已入心脉，只要我一个念头，金丹也会瞬间化为灰烬。老先生觉得身体怎么样？老夫能感觉到噬灵咒已经彻底解除，多谢道友出手相助。那就好，还望老先生记得答应小子的承诺，否则即便老先生逃到天涯海角，小子也会兑现之前的承诺。还请道友5年内，无论道友让老夫做什么，老夫都必定全力以赴。只是什么？只是老夫的储物袋，道友能不能没收了？耗费我100年寿命，若不捞点好处，岂不亏本？是，道友既然看上，那就赠与道友了。那个古图袋里面有下很香的石头，道友能不能给老夫一个？子母追踪好。多谢道友，既然道友认识此物，届时若有什么吩咐，尽可通过子母追魂玉呼唤老夫，老夫就此告辞了。还好老夫早有准备。主上，暗影楼的人说，昨夜看到黎前辈出黑市了。问问昨夜驻守门口的人，黎前辈往哪个方向走的？回主上，昨夜驻守的兄弟不小心睡着了，没看到。这群蠢货！算了，派人在这儿盯着，黎前辈一回来，立马通知我。属下遵命。见过黎前辈。主上，黎前辈刚刚回来了。另外，属下觉得黎前辈身上的气息比以前更加恐怖了。黎前辈回来了，气息比以前更强。他当年受过重伤，根基受损，才卡在筑基大圆满。仅仅消失1夜，就重回金丹了。这黑市方圆100里，连个像样的宗门都没有，他绝不可能靠自己突破。有人在帮他，而且这个人就在黑市。昨天你们说黑市来了一个看不透修为的男人，一眼就让守门侍卫道心不稳。回主上，确有此事。去查，昨夜所有客栈有谁出过门，今日才回来的，或者至今未归的。是。另外，去跟暗影楼和天宝商会的人打个招呼，问问他们内部昨夜有谁离开过黑市。
属下立刻去办。这位客人，看您转了半天，可是没找到想要的丹药。你这儿可有寿元丹？让客人见笑了。本会就算有寿元丹，也不会摆在这里出售，而是直接送入拍卖场。客人若感兴趣，这个月月末的拍卖会，不妨来看看。连天宝商会都没有现货，拿5瓶灵元丹。好嘞，客人稍等。我只剩100年寿命，若再与再遇强敌，强行提升修为，必死无疑，不能问李恨上。若是让他察觉我昨夜是耗费寿命才换来的修为，必生反骨。是他，毫无灵力变动，却能随手拿出天阶雷符和极品灵元丹。这老者金丹后期。怎么了？惠小姐，老朽刚刚有一种被人盯上的感觉。来黑市的人都警惕，你我打扮特殊，年龄差距又大，多看2眼也是常事。小姐说的有理，是老朽多虑了。连拐2个死胡同，想甩掉我？被蹲了，这老头是金丹期，硬拼必死。奇怪，明明有气息波动。曲爷爷，怎么了？老朽可能感知错了，还请小姐见谅。无妨，黑市鱼龙混杂，谨慎些好。我们走吧。只差1个境界就能看破我的幻影，我只剩100年寿命，绝不能为了硬闯再用逆灵诀。进去一趟被洗劫了。不对，他没有战斗过的痕迹。只要炼气境，进去的人都丢了储物袋，却没人敢声张。那小富婆到底在搞什么名堂？这是哪儿？前辈饶命！小的只是一介散修，身上什么都没有啊！天宝商会让你拿着地图来这儿做什么？天宝商会说有一件差事必须炼气境修士才能做，只要保密，无论结果如何都有丰厚报酬。小的只是来面试的。用储物袋做头马状，他们要多少人？没说，只说有危险，让小的卡着时间点一个一个来。前辈小的全说了。多半和秘境有关。既然你们这么缺炼气期，那我就亲自去面试一下。天宝商会的人都知道你什么信息？全说了，小的姓名来历，还有炼气7层的修为，天宝商会全登记在册了，绝无半句假话。好好在这儿待着，本座办完事情后自会放了你。你是何人？陈元。天宝商会给的名单，陈元是炼气7层，你只有炼气5层。在下近几日修炼出现了意外，导致修为跌落到了炼气5层。不过在下依然可以发挥出炼气7层的战力。哼，那你为何要打扮如此神秘，遮住自己身份？是见不得光吗？回前辈，在下自幼面貌丑陋，天生自卑，性格内向，所以长大后，在下一直都是这样打扮出门。这话怎么听着有些耳熟？哼，是吗？那你把面具摘了，我看看。前辈若是不信任在下，在下可以就此离去。前辈为何还要如此羞辱在下？让你摘你就摘。前辈可是要以大欺小。老东西，找死！一念千里，不好！阁下，还请冷静。你若敢动，他必死。阁下，不妨说出你的条件。在下来此只为求财，我要的也不多，只需要1颗2品寿元丹即可。阁下，你说的这个100年寿元丹，老夫实在是无能为力啊！这种丹药太珍贵了，老夫这里也没有啊。阁下，若是我能给你寿元丹，你可否放了我？我可以让我家这位前辈立下天道誓言，不会继续对阁下出手。之后，我先给阁下1颗1品寿元丹，待阁下帮我等做完事情之后，我再给阁下第2颗。阁下觉得如何？阁下觉得如何？
姑娘只是口述而已，不觉得毫无诚意吗？那阁下觉得怎样合适？先让这老头立下天道誓言，然后你再立。最后，先给我一颗1品寿元丹，我放人，剩下的1颗事成之后再结。此人竟如此谨慎，连天道誓言都算计在内。阁下，我如今被你封住穴道，无法动弹，储物袋的禁制也打不开，唯一的1颗寿元丹在往在我怀中腹部右侧，只有你放了我才能拿给你。我亲自拿。小子，你别太过分！立誓。屈长辈，劳烦您立下天道誓言。老夫曲豪，在此立下天道誓言，绝不对阁下出手。我苏晴亦立下天道誓言，绝不对阁下出手。阁下，还请动作快些。陈元不过一介散修，怎会认得寿元丹的真假？不知2位需要在下做什么？明日一早，黑市往东10里处的破庙，在那里等我们。为了以防万一，还请阁下将储物袋交于老夫掌管。明日一早自会归还。另外，届时还有其他几名炼器修士，若阁下先到，莫要惹事。重要的东西都在乾坤玉戒里。这破袋子你随便看。明日破庙，看来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是你有何指教？那天在杂货店装神弄鬼，我还以为是什么硬茬，原来储物袋一收，屏蔽法宝没了，就暴露出你这炼器5层的垃圾底细了。垃圾就该有垃圾的觉悟。正好拿你立威。好了，各位来此是求财的，不是来打架的。这小子炼气5层竟能一拳震退藤影，好霸道的货！既然人都到齐了，老夫再说一遍规矩：进入秘境后，一切听老夫指挥。现在所有人站成一排，接受检查。前辈饶命，前辈饶命，小人只是一时糊涂。杀鸡儆猴，这老东西够狠。还有谁想试试老夫的规矩？既然没有，那就准备入秘境。诸位且宽心，老夫是个讲规矩的人，只要各位按规矩办事，事后必有众筹。前辈要我等做什么？不妨直说。很简单，老夫寻得一处秘境，但入口有天地法则禁制，唯有炼气境方可踏入。诸位要做的就是陪我家小姐进入秘境，在里面的3天时间，一切听从小姐吩咐。老夫会在入口守候，待你们平安归来，灵石绝不会少。天宝商会，段文、段明，定当尽力。暗影楼，藤影。陈元，散修。时辰不早了，扔坛。你还有你上这张飞毯，其余人上右边那张。这散修竟敢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入定修炼，真不怕我一剑削了他的脑袋？好狂妄的小子！哼，庞元交代过要提防他，若不是留着他当炮灰，老夫现在就传音让段文动手。这身形，这般从容的姿态，为何总觉得在哪里见过？鬼于迷踪阵，只遮视野不伤人，看来是到了。这里的灵气浓度，还有这黑血木，这是落霞山脉。传闻中有金丹大圆满妖兽盘踞的死地。诸位小友还请宽心，落霞山脉虽是死地，但只要尔等踏入熔岩秘境，便会传送到一处独立空间，与这外界妖兽彻底隔绝。老夫已将一半的报酬放入诸位储物袋中，3日后待尔等与我家小姐平安出来，老夫定在此处接应，付清余款。20万下品灵石，比说好的多出了一大截。这老头是在买命啊！道友，我家小姐就拜托了。时辰到了，进。
好浓郁的火属性灵气，顺着经脉流淌，连血血都在沸腾。岩浆中心的火能量对火灵根修士大有帮助，但这并非我们此行的目的。各位只需帮我找到一颗火灵果，此果生于火灵树。至于这树在秘境何处，我也不知道，需诸位自行探寻。炼气10层，火烈鸟，列阵防御。陈元，你还不动手？拉着大家一起死吗？陈兄，我等灵力相结，灵长一岁，万劫不复啊！各位误会了，在下不过区炼气5层，灵力微薄。在下早已经用尽全力了，此刻内心好生害怕，只是戴着面具，各位看不到在下的表情啊。这是玄阶防御符，能挡金丹一击，但我家长辈只给了这一张，符文灵力消耗极快，各位道友最好快些想办法。陈兄，之前在黑市是滕某有眼无珠，多有得罪，好在陈兄战力超凡，让滕某长了教训。眼下危局，滕某恳请陈兄出手，将那火烈鸟引开。只要陈兄引开他，我等便可分散撤离。陈兄，拜托，拜托！陈兄若能协助，但安全离开秘境，以坚此法语举荐陈兄的实力。陈兄，拜托了！原来如此，我可以去引开他，不过在下有一个条件。陈兄高义，别说一个条件，就算是10个，滕某也万死不辞。陈兄有什么条件，再说无妨。我要你们的储物袋。怎么，诸位的命还抵不上几个破袋子？陈兄，你看这样如何？我等将曲前辈给的酬劳分出1半给你。对，只要能保命，灵石算什么？陈兄，这是5万下品灵石，请笑纳。每人5万，屈老头给他们的预付定金只有10万，而给我的是20万加1颗1品寿元丹。成交。走。各位，如今火烈鸟被引开，我们不如分开行动，一来防止那畜生杀个回马枪，二来也能更快找到苏小姐需要的火灵果。明日清晨在此会合。滕兄言之有理。追了1个时辰，这畜生倒是不傻，知道我的境界不如他，一念千里。杀！不动用逆鳞锯，杀炼气10层，果然是极限。苏晴的披风，藤影，希望你的命比你的储物袋值钱。暗影楼，大夏顶级势力，在那些人眼里，为了我得罪藤影，就是得罪暗影楼。
这便是人心。除了苏秦，你们都要付出代价。腾兄，还是你聪明。若非你想出那等好办法，让我等逃生，在下感激不尽。腾兄不愧为暗影楼的精锐，智勇双全，贺某佩服的五体投地。两位谬赞了。待我们平安归去，两位若是有意，滕某愿向暗影楼办事引荐，让两位加入。多谢腾兄。将来都是自家兄弟。走吧，先去寻那火灵果。火灵芝，这若是拿到天宝商回，最少能卖10万下品灵石。林兄且慢，林兄，此地地形复杂，你若贸然上前，只有2条退路。且火灵芝乃妖兽大补之物，必有凶兽伴生。是地火系炼气9层巅峰，腾兄，多谢。若非你拦着，林某已是他的盘中餐。腾兄，这畜生皮糙肉厚，我们3人联手也未必能赢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滕某有一计，我擅长速度，二位先去引开地火系，待他离开一定距离，我以最快速度摘取火灵芝，随后立刻去攻击他，转移他的注意。事成之后，前面莫寒去引火烈鸟，如今已是凶多吉少。这二位放心，地火系速度极慢，以二位的身手，周旋一炷香绝无问题。滕某以暗影楼的名誉担保，绝不食言。好，腾兄，林某信你。贺某也是。他睡着了，我们偷偷摘了就跑。还有一只，退路被堵死了。跑！往侧边跑！蠢货，真以为暗影楼的人会跟你们分灵石？你的命我收了。腾兄快走，后面是死胡同。原来如此。腾影，你个畜生！卑鄙！哼！哥，你说陈元还活着吗？火烈鸟乃是炼气9层大圆满，陈元不可能活着。谁？段文兄，是我。腾兄，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林兄和贺兄呢？怪我，昨天我见效率太低，便提议3人分开寻找。如今我也不知他们怎么样了，会不会已经……腾兄不必太自责，说不定他们只是有事在路上耽搁了。况且你也是为大家好。是啊，腾兄，林兄和贺兄身法了得，就算遇到危险也能脱身。腾影，不如你先带我们去看看你们3人分开时的地方。是啊，腾兄，你先带路，我们再去他们走的方向查看，说不定他们是被困住了。诸位跟我来。各位，我和林兄他们就是在这里分开的，他当时走的就是这条路。那我们先往这条路走去看看吧。段文兄，
你看，是火灵芝。拿到这株火灵芝，你们的任务也就完成了。那我们还等什么？哥，你作甚？拿到火灵芝，我们就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。你看那是什么？一只炼气9重巅峰的地火蜥，这可不好办啊！我听家中长辈提起过，地火蜥防御惊人，但只要未到金丹期，速度且缓慢。不要临凶震悲，断不在火灵所致。在下怕影响士气，一直隐瞒，还请见。段明去摘火灵芝。好，哥，你千万小心。放心，我只是去引开他，不跟他硬碰硬。苏小姐，腾兄，你们在这等我。苏小姐，你看，火灵芝。腾影，你好美。初次见面，苏晴小姐何不把披风脱了，我们坦诚相见呢？你怎么认出我的？在你趁着苏家与我宗强者混战逃走时，关于你的所有消息就已经传到了我等手中。你是魔修。苏晴小姐，现在才知道，会不会太晚了呢？原来如此，道德绑架陈远，提出3人1队，你的目的就是把所有人逐个分散杀死。灵山和鹤岩也是死在你手上。天阶防御符，这小娘们果然藏了底牌。苏晴小姐，你以为躲在龟壳里就安全了？林山和鹤岩那2个傻子，连让我拔剑的资格都没有，就被我引去喂了地火蜥。卑鄙！你们魔修都是畜生！骂吧，一炷香后符文消散，我会让你叫的比现在响亮100倍。你的希望破灭了。哦，是关中王来了，竟然没死！给我挡住！人呢？怎么可能？阁下，我。阁下，对不起。无妨。阁下，何事？我这里有5品复灵紫息斑，赠予阁下。多谢。你可是中了寒毒？我也不知道，父亲说我从小患有怪病，每次发作体内就会涌出大量寒气，让我修为尽失，变为普通人。火灵芝对我有给你，不过不需要用到火灵芝，我也可以帮你驱散体内寒气。真的？你且坐到我前面来，背对着我，然后把披风脱了。阁下，无妨，你且调整好心态。
这股气息的浑厚程度，竟比藤影他们强出3倍不得。抱歉，苏小姐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阁下，我可以叫你公子吗？可，只是一个称呼，随你。公子，现火暴动越来越压制不住了，他在渴望熔岩秘境的深处。既然苏小姐寒毒已解，按照约定，在下就此告辞。公子，你。我的火灵芝，好精纯的力量！我的体内竟然生出了一条火灵根，虽然只是伪灵根，但有了它，外界便探查不出我重修的秘密。用一株火灵芝换一条命，值了！小姐，您的修为恢复了。多亏了公子相助。公子大恩，曲某铭记于心。放肆！嚯！阁下何人？为何拦我家小姐去路？我那侄儿藤影呢？被我杀了。找死！天罡灵掌！徐会长，下面施展不开，可敢上来一战？早朽今日便取你狗头！小姐小心！曲会长想去哪儿？想不到一个炼气5层的蝼蚁，竟有如此了得的身法。苏小姐，像这种高阶符文，可不只是你苏家才有哦。小姐，快退！你的瞬身功法归我了。公子小心！
老朽救驾来迟，还望公子恕罪。无妨。阁下是谁？为何要插手我魔宗之事？老夫当以为是谁？不过是两只魔宗的杂碎。魔宗的影魁组合，这么多年过去，一个才金丹中期，另一个才金丹后期，未免也太废物了一些。究竟是谁？一个鼠辈也配问候老夫的名字？天元剑阵，起！死！敌魁！你这是要去哪儿？你们统统都得死！是血魔包，他强行跨越了大境界，现在是元婴初期。小姐，公子，快走，快走！我们拦不住他太久。公子，快上来！小心！哪里跑？休想！老七，吃药！这怪物防御还是金丹期，好到他反噬。老子今天非扒了你的皮！公子，这是答应你的另一颗一品收元丹。多谢。公子，可是剑修？是。这是天阶下品宝剑断水，赠与公子，全当防身之用。多谢苏小姐好意，此剑太过扎眼，我用不惯。是晴儿考虑不周了。公子在秘境中助我恢复修为，又救我2次。按江湖规矩，晴儿欠你2个人情。这是天宝商会的贵宾金卡，持此卡，商会资源任公子调配。这是我父亲的随身令牌，若公子日后遇到力所不能及的死局，持此牌到天宝商会，苏家保你一次命。死局？有了恢复的寿元，谁生谁死还不一定呢。好大的手笔！公子救我2次，还望不要推脱。公子可去打听一番，我苏家向来有恩必报。既如此，那就多谢苏小姐。就这样飞行1天，随后随便找个城镇将我放下就行。给我1间房，我要闭关。好。以我现在的实力，动用仙火还是太勉强了。公子，我们到了。你从小患有的寒毒，不是病。大夏第1名医都确诊的怪病，他竟说是胡言乱语。你可听说过特殊质？听父亲说过，身怀特殊质之人体内隐藏着神秘力量，若能觉醒，修炼速度远超常人。难道……不错，你所身怀的乃是上古10大特殊体质之一寒冰之体。若非先天觉醒，每隔一段时间，体内便会生出海量寒气，冰封筋脉，修为渐失，而且有极小概率会让你失去自主意识，见人就杀。公子，晴儿的病还能治好吗？
放心，既然认出，自然有把握。这瓶火灵丹每月寒毒发作服1颗，可驱散寒气。这道玉简记载玄冰诀，修至3重天便可自主觉醒体质。火灵丹只有12颗，若1年内未突破3重天，催动这传讯符，届时若我还活着，会再送1瓶。多谢公子，从小到大，除了父亲，公子是第一个真心待我好的人。公子，4个月后，流云城天宝商会可能会拍卖寿元丹，公子若有需要，可以去看看。多谢，苏小姐，就此告辞。公子，我们还能再见吗？他连真容都不愿让我看一眼，刻意与我保持距离。难道我苏晴就如此入不了公子的眼吗？李恨伤得手了，天影强行运转血魔咒，逃走也在预料之中，不足畏惧。喂，你们2个赶路的，不去侧边等候，挡在路上干什么？这条路又不是你家开的，我站在这里，与你何干？你臭乞丐，你还敢顶嘴！臭乞丐，你还敢瞪本小姐？看来本姑娘不给你点教训，你是不知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。住手！这位姑娘，敢问这位公子刚才可有说错？这条路确实不是你家开的，他站在这儿，难道还要提前向你汇报吗？是陈家陈无烦公子，原来是陈公子。在下早就听说陈公子对我们这些普通百姓关爱有加，今日一看，果真有一颗善心。就是这条路这么宽敞，你不会从旁边绕过去吗？该死，怎么是柳云烟？早知道马车里坐的是她，我出什么头？是天香楼的花魁柳云烟小姐。云烟姑娘，陈公子，并非是我家侍女不绕道。在你们将此路围得水泄不通之前，有不少小资翻番正在做生意。若我的侍女绕道，岂有是他们的摊位？陈公子，你觉得呢？是，云烟姑娘说的有妄了，没了解事情经过就胡乱指责。姑娘，在下并非有意针对，还望见谅。各位，我家侍女让这位公子让路时态度确实不好，但各位可曾看到她真动了手？我家侍女此举也是为了这位公子好。各位不妨想想，若是今日让她让路的不是我家侍女，而是一名仙人呢？挡了仙人的路，下场只有死路一条。听到没有？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云烟姑娘是想让侍女给你长长记性，免得你以后得罪了仙人，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，你还不快感恩戴德？原来如此，是我们错怪云烟姑娘。这位姑娘，是我们瞎了眼，向你道歉，还请姑娘大人有大量。小婵，算了，本姑娘原谅你们了。还好没得罪死。天香楼背后的势力深不可测，要是惹恼了他们，以后在黑石镇可就混不下去了。你这乞丐还敢！站住！此事因你而起，云烟姑娘让侍女教训你，完全是为了你好，你还不识去险，给2位姑娘道个歉。为了我好，见我衣衫破纸便蛮横虚梗，这舔狗竟能将颠倒黑白说得如此冠冕堂皇，聒噪！你这乞丐是什么眼神？在下可是……道歉就不必了，就当是本姑娘自作多情。看你穿着破烂，想必生活艰苦。这20银币赠与你了。小婵，我们绕道走。是，小姐。臭乞丐！若不是看在云烟姑娘的面子上，本少必定废了你。不知这位公子点名找妾身前来，是有何大生意要关照？买下你这座青楼。公子真会说笑，妾身这天香楼可不是寻常物品，这价钱灵石100颗，这可是足足100万白银。大人，您是仙人，眼力不错，不过本少向来不喜欢这些拘束的习俗。你见其他要贵可以免了。妾身遵命，多谢大人。这100块下品灵石，可购买下你这座青楼。若大人强行买下，那位坐镇的仙人恐怕会不喜。这样如何？这100颗灵石你收着，你依然是这座客栈的老板，所有收入依然归你。只不过
这座客栈从此以后由我说了算，如何？愿意，妾身100个愿意。你在客栈的地位如何？笑了，妾身是这客栈的老板，这楼里上上下下，自然是自身的话语权最大。若是这座青楼中有一位地位极高的女子，她敢不听你的话呢？大人放心，这天香楼里所有姑娘的死契都在妾身手里捏着，即便是花魁柳云烟，妾身也有把握让她乖乖听话，包括让她做任何事。自然，只要大人吩咐，妾身保证她绝不敢有半点违逆。可我听说，那柳云烟身边跟着叫柳蝉的凡夫武者，若强行逼迫，你就不怕那武者掀了你的场子？大人有所不知，妾身早年机缘巧合救过一位仙人，那位仙人为了报恩，便在这天香楼里坐镇。这么多年，也有过自命清高、试图反抗的丫头，但只要请那位仙人出面教育一番，便再也没人敢说半个不字了。你救过的那位仙人，长相如何？是个满嘴黄牙的老叟，面容颇为丑陋。原来如此，难怪那些反抗的女子被他教导后，便彻底认命了。去把柳玉烟叫来，若她服侍得好，这桌上的零食你尽可拿去，往后天香楼的规矩照旧。是，妾身定让大人满意。1个时辰后，再把那个柳蝉送进这个房间。另外，管好你的嘴，在他主仆2人眼里，我只是个凡人。若他们的服侍让我不满意，后果自负。息怒，妾身这就去办，绝不敢出半点差错。公子，妾身可以进来吗？进。怎么是你？怎么不能是我？这身衣服定是他拿我施舍的那20盐蜜买的，剩下的钱全给了红姑，红姑才被这臭乞丐蒙骗，叫我来服侍。哼，臭乞丐，就凭你也配让本姑娘服侍？你当然可以拒绝，只是红姑难道没告诉你，敢在这天香楼里拒绝接客，下场会是怎样吗？告诉了又如何？大不了本姑娘一死。你若敢碰我，得到的只会是一具冰冷的倒地身影。你大可以选择自尽，但在你死后，我会让红姨把那个叫柳蝉的丫头立刻送去给那位黄牙仙人。至于后面，柳蝉每天会是怎样度过的？云烟姑娘，你也不想柳蝉出事吧？把门关上，随后来我面前。公子，嫣儿知错了。哪儿错了？嫣儿不该对公子以貌取人，更不该仗着背景恐吓公子，颠倒黑白。起来吧。臭乞丐，真以为本小姐屈服了？待我脱身，定去找陈不凡少主，让他请陈家那位坐镇的仙人，将你挫骨万段。公子，听说您找小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公子，你答应过嫣儿，只要嫣儿服侍好你，就会放过小蝉的。我何时答应了？你无耻！臭乞丐，放开我家小姐！
你若继续上前，我便捏碎他的喉咙。卑鄙无耻的臭乞丐，快放了我家小姐！燕儿姑娘如此美丽动人，本公子怎么舍得放手呢？你要怎么样才能放了我家小姐？很简单，用你来交换云烟姑娘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你放了小姐，我任凭你处置。柳禅姑娘当本公子是3岁小孩吗？整个青楼的人谁不知道柳禅姑娘是一名武者，而本公子不过是一个凡人。若是我把云烟姑娘放了，你出尔反尔，我该如何？那你想怎么样？将瓶盖打开，喝一口里面的软灵散。我的内力全没了。永之俗话。云烟姑娘呢？回公子，小女子也不知道云烟姐姐去哪儿了。平日里我一来，你们姨娘便会跟在左右，今日为何连她的人影也见不到？回公子，姨娘她说今日有些乏累，想要休息，楼里的事就交给其他执事处理了。乏累？昨日云烟交由鬼来休息尚能理解，今日双双失踪，不对劲。云烟姑娘，在下陈不凡，特来为昨日误会姑娘之事负荆请罪。姨娘，姨娘可在？乏累休息，笑成这副模样，怀里抱着的到底是什么？谁？哎呦，原来是陈公子啊！不知陈公子大清早闯入妾身闺房，所谓何事啊？姨娘，你知道云烟姑娘去哪儿了吗？姨娘，你在想什么？说话呀！哎呦，陈公子，嫣儿她昨天回来后，觉得玩的还不够尽兴，又出去游玩了。是吗？那你说说，云烟姑娘去哪里游玩了？我去找她。这嫣儿走得太急，没有跟妾身说呢。哼，姨娘，你真以为本少看不出你在骗本少吗？本少劝你还是乖乖配合，说出云烟姑娘的下落，否则本少定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陈公子，妾身说的是实话，你若不信，妾身也没办法。还有，若是陈公子没有其他事情，还请离开，妾身有些乏了，想睡觉。哼，若是姨娘不说实话，本少今天就不走了。来人！姨娘有何吩咐？陈公子肝火太旺盛，你们两个带陈公子去让姑娘们给他降降火。放开你们的脏手，本少自己会走。姨娘，你给本少等着，本少还会回来的。你跟上去看看陈不凡有什么异常。是。姨娘，慢慢说，什么事如此慌慌张张？回娘，陈不凡，他带着坐镇陈家的仙人，还有坐镇刘家的仙人，往咱们这里来了。刘家仙人也来了，传闻是真的，刘家已经臣服陈家，黑石镇4大世家的平衡破了。我背后只有1名仙人，如何能以一敌二？大人，妾身有急事禀告。
云石有失，匆忙离去。老妖婆，给我滚出来受死！这可如何是好？多特姨娘，你慌慌张张收拾东西，这是准备去哪里？陈公子，妾身知错了，还望陈公子大人有大量，放过妾身吧。这是灵石，不错，道友，这袋子里面竟还有99颗灵石，加上外面这颗，整整100颗，我们6-4分，如何？全凭道友做主。说，这么多灵石，你从哪里得来的？这是昨天一位公子给妾身的，他说要用这100颗下品灵石买下柳云烟和他身边的侍女。100颗下品灵石，说的轻巧，你就把云烟整个陈家卖了，也凑不出这笔巨款。凡人就是无知。快说，云烟姑娘现在在哪儿？在5楼。快带我去！门外好浓烈的杀意，当年侮辱我的3条狗，就剩陈无烦这条还没走呢。不，云烟姑娘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陈公子，还请救救我家小姐，婵儿愿意为陈公子做牛做马，一辈子服侍陈公子。宁愿给陈不凡当牛做马，也不愿服侍我。他们不是自愿的，是被逼迫的。我守护了这么多年的心上人，竟然被这个恶人整整折磨了1天。云烟姑娘，为何这么多年，你总是拒绝我的追求？若是你当年答应嫁到我陈家，岂会发生这样的悲剧？若是当初我答应了陈公子的追求，今日怎会落得如此屈辱的境地？陈不凡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本少可没有用强，明明是云烟姑娘自己主动的。闭嘴！你这个畜生！你以为本少会相信你的鬼话吗？不信？那好，我们来问问云烟姑娘。云烟姑娘，本少可曾对你用强过？既然你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主动的，本公子也不强求。你现在就可以回到你家陈公子身边去。是嫣儿主动的，公子并没有对嫣儿用强。大人，求您出手，拿下这畜生！区区炼气6层，也敢在老夫面前张狂！哼！现在，你相信云烟姑娘是主动的了吗？无趣。公子饶命！公子饶命啊！无妨，这不怪你。本公子向来赏罚分明，他们想动手，本公子自然不会留情。这100颗下品灵石依旧是赏你的，让人把这里清理干净。另外，派人去陈家一趟，告诉陈家的人，陈不凡做错了事，若是想保住他的狗命，就让他那美若天仙的妹妹亲自过来赎罪。是，奴家这就去办，绝不让大人久等。嫣儿、婵儿，见过大人。既然识趣，便暂且留在本公子身边做个侍女吧。大人，陈梦妍已带到。进来。小女子陈梦妍见过大人。你可知本公子叫你过来做什么？小女子不知，只听闻家兄冲撞了大人，需要小女子来赎罪。谢谢大人。老鸨，大人，奴家在。把陈不凡放了。是，奴家这就去办。还是炼气6层。若再找不到蕴含天地阴气之地，靠着稀薄的灵气，何年何月才能筑基？李老，
你可知哪儿的天地阴气浓郁？公子，老朽倒是知道几个地方，不过那些地方蕴含的天地阴气少之又少。无妨，告诉我位置。公子可是需要大量天地阴气？是。公子，老朽知道有一个地方有2条下品阴脉，只是那2条下品阴脉在青云宗，以老朽目前的实力，无法为公子下。青云宗连金丹期的离恨伤都不敢造次，必然有元婴甚至化神期强者坐镇，硬抢行不通。你可知青云宗在哪儿？如何才能加入？青云宗位于大夏南域东部，3个月后他们会在雷城招收弟子。知道了，麻烦离去南域东部休养一阵子。距离极远，马车前行至少需要2个多月。3个月后的招收大会，时间刚好。见过大人。收拾东西，我们去雷霆城。奴婢遵命。驾！救命之恩已还，凡尘恩怨两清。你可是想好了？大人，言儿想好了。言儿想修仙。凡入我紫月仙门，第一步便是斩断凡尘。你真的放下了？回大人，1个月前，言儿已了无牵挂。言儿，你告诉我，是谁强迫了你为师去剥了他的皮？师尊，不要，言儿是自愿。罢了，这部水云诀没有体质限制，你先用它稳住经脉。这股毫无有的杀机，有变数。小禅，调转车头，去前方10里外的破庙隐蔽，今夜不进阵。奴婢遵命。饿了，小禅，去外面找点吃的。奴婢这就去，定不让主上饿着。只有2只野兔，根本不够。若主上觉得我是个无用的累赘，小姐也会跟着遭殃。必须再往深处走走。滚开！小姐，对不起。多谢仙人救命之恩。凡人遇妖不退，你胆子倒是不小。
凌厉的灵力轰动，有高阶修士在附近。此乃1阶魔风狼，相当于炼气境修士，怎敢到这么危险的地方来？我是来打猎的。别怕，我来帮你疗伤。莫怕，放松些。真是奇怪，以往遇到被妖兽重创的猎户，起码需要数十息才能修复。他伤得最重，为何仅仅1息便痊愈了？你莫要抵抗，让我看看你身体内部情况。师姐，怎么了？没事，两位好妹妹，我们这次出来赚大了。这位姑娘身怀天品灵根。天品灵根，师姐，那岂不是说宗门悬赏的破阴丹，我们3人每人都拿到1枚，那可是有70%把握直接突破元阴境的宝啊！姑娘，我等来自青莲仙门，你可愿拜入我青莲仙门？我可以成为仙人，我可以带上我家小姐一起加入仙门吗？小姐，有小姐，说明原来此他不是猎户，否则遇到这等仙缘，绝不会想着带上对方。这丫头倒是重情重义。当然可以，有你在，即便你家小姐天生没有灵根，我青莲仙门也照收不用。主上说过，我们是他的侍女，如果破开仙人，主上一定会杀了我们所有人。他是个怪物，根本逃不掉的。怎么了？好妹妹，你是想到了什么恐怖的事情吗？有我们在，没人能伤害你。救救我们，救救仙人，救救我和小姐，他是个魔鬼。好妹妹，别怕，你既身怀天品灵根，拜入我青莲仙门后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我叫南宫青，这是你红蝶师姐和黄月师姐。是啊，好妹妹，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麻烦，尽管跟师姐们说。师姐你平吗？有缠，难怪他自称仙人，强行要挟我和我家小姐，逼我们给他当侍女，稍有不从便要杀人。岂有此理！莫法，你口中那个所谓的仙人，不过是个仗势欺人的炼气境散修罢了。带我们去那座破庙，师姐向你保证，今夜不仅救出你家小姐，还要亲手扒了那狗贼的皮。快1个时辰了，还没回来。3道金丹期气息，直奔这里来了。神隐诀，幻影。搜。怎么了，师姐？抱歉，柳蝉妹妹，那狗贼似乎提前察觉到了，已经跑了。小姐还在他手里，我不在，所有的折磨都要小姐一个人承受了。柳蝉妹妹不哭，师姐答应你，日后若是揪出这个狗，必将他抽筋扒皮，剁碎了喂狗。好狠的心！明明是他们主仆先招惹我的，我有什么就要扒我的皮？1名金丹后期，2名金丹初期。若我运转逆灵诀，强行提修为金丹后期，只能维持60息，代价是消耗200年寿命。我才炼气6层，总共就200年的命，惹不起。谁在那里？错觉吗？怎么了，师姐？没什么，刚刚那一刻，总感觉有人在暗地里盯着我们，或许是错觉吧。柳蝉妹妹，你放心，等你拜入我等仙门后，以你的资质，一定能成为圣女。到时候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便可号令仙门之人为你办事，一定能找到你家小姐和那名狗贼的。圣女能成为圣女，说明柳蝉的资质比这3人还要高。可惜，我才炼气境，想要内视检测他人资质，至少要到筑基。出来，柳蝉被人收为弟子了。可想活命？想，求前辈饶命！到雷霆城后，本座放你自由。多谢前辈，多谢前辈。客官，您的饭菜到齐了，您慢用。在下初来乍到，想在流云城多待几天。你若是愿意与我介绍介绍这流云城，这些灵石就都是你的了。哟，100颗下品灵石，客官您给多了。说。好嘞，客官您听好，咱们流云城有7大势力，4大修仙世家、城主府、天宝商会，还有暗影楼。天宝税和暗影楼不插手城内俗事，所以这流云城说话最管用就是城主府。那府主可是金丹后期的通天大能，其他4大世家最高也就金丹中期。还有吗？有，还有一件轰动全城的大事。3天后，天宝商会将会举行一场10年难遇的拍卖会。
听说这场拍卖会的压轴之物，连城主大人都势在必得，乃是2品寿元丹。寿元丹。阁下抱歉，只有收到天宝商会邀请函的人才能进入这场拍卖会。若是阁下身份特殊，还请明示。前辈，您跟小的来，小的带您入座。范通，你怎么回事？本执事不是跟你说过，这种豪华包厢只有贵客才有资格入座吗？暗中还有一道神识锁定了我，拍卖会没开始就敢探视，看来是商会高层的试探。既然你想探我的底，这回本座可以进了吗？滚开！我的手啊！桐树不显灵力biến动，你那背后的主子依然看不透我。金丹后期大圆满，若是他强行出手试探，今日恐怕难以脱身。诸位，若是没什么事情的话，还请回到自己的位置。破厄丹，醒神丹，老夫倒要看看是何等瞳术。老夫张晨见过道友，此事是老夫不对，还望道友海涵手下留情。一句道歉就想让我放了他，看来张会长觉得自己很有面子。血比果可增50年寿元，此乃血比果，算是老夫对道友的补偿，道友看如何？多谢前辈手下留情，多谢前辈。下不为例。这地狱之眼的反噬，此处是天宝商会4楼，包厢仅隔一堵墙，隔音不算好。云烟明白。前辈，小女子紫仙是负责您这间包厢的婢女。不是还有1个时辰才开始吗？进来吧。回前辈，因客人已到齐，会长决定提前开启。前辈，这是本次拍卖的物品名录。前辈，你怎么？看来反噬的余波吓到他了，也好借题发挥。本座方才正在运功压制体内灵力，被你突然打断，导致气血逆行。紫萱知错。紫妍不知道前辈在修炼，求前辈恕罪。恕？你害本座险些走火入魔，一句恕罪便能接过？罢了，本座看你并非有意，便给你将功补过的机会。你且起身到本座前面来。既然是张晨的老狐狸派你来的，想必你也清楚违背本座意愿的后果。前辈不要，薰儿知错了，薰儿什么都听前辈的。张晨亲手布下的禁制，
哪怕是同阶修士也无法用时强行窥探。这包厢很安全。尊敬的各位来宾，本次拍卖会正式开始。在此之前，红妹还是要提醒一句，任何人不得恶意抬价，更不得仗着身份加若有自负。金丹大圆满的威压，张晨这老狐狸倒挺会立规矩。第一件拍品5品灵丹，服用后无需炼化，立竿见影恢复灵力。3瓶共3拍价，100亿下瓶。我如今才炼气6层，茯苓紫仙丹只剩8颗，用在此刻太过浪费。这灵元丹正是我急需之物。1万块下品灵石，第一次。灵石我有1000万，足够，但这低阶丹药对金丹老怪毫无用处。1万块下品灵石，第二次。1万块。3万。3万！他一个金丹后期大圆满的老怪，买这炼气用的废丹做什么？禁制是我布下的，强行破开必被他察觉。若惹怒了这等强者，得不生息。可他到底意欲何为？愣着干什么？这几瓶低阶糖豆，本座便赏你当零嘴了，全当押金。前辈，这是您拍下的3瓶元丹，奴婢给您送过来了。想活命，就给本座笑。进来吧。乖，听老夫的话，老夫不会亏待你的。谢谢前辈。原来如此，子轩乃我商会头牌。这老怪看到她的美貌，不惜豪掷3万灵石买下废丹，只为博美人一笑。哼，不过是个色令智昏的老东西罢了。知道了，退下吧，不必再刻意盯着他了。这股威压是天阶中品灵气。天阶中品长剑，我那青蛇刀品阶太低，若能夺下此剑，配合逆灵诀，在秘法时间结束前，我足以俊发金丹。压轴商品惊鸿剑，起拍价10万下品灵石。50万，老子出100万，老子出100万！老夫乃上林仙门长老，谁若将此剑拍下献于老夫，老夫不仅保他拜入仙门，更亲自收他为真传弟子。空手套白狼，老东西胃口倒是不小。若不是为了压轴的2品寿元丹，老夫砸锅卖铁也要争一争罢了。200万下品灵石，第一次。既然天宝商会目前没有阴脉兽魅，留着这些灵石也无用，不如拿下此剑，增强战力。200万下品灵石，第二次。300万。很意外吗？300万，他怎么可能随口喊出300万下品灵石？就算有金卡，这等财力也绝非等闲之辈。我还是低估他了。300万下品灵石，还有哪位贵宾要加价？300万1次，300万2次，300万3次。成交！恭喜4楼贵宾拍下天阶中品灵器惊鸿剑。剑一到手，如此高调，必然会被人盯上。接下来，就看是哪个不长眼的来替我试剑了。
贵宾，您的惊鸿剑。退下吧。是。外有金丹老怪神识尾随，内有天宝商会阵法暗窥，手中还剩700万灵石，这压轴的戏码有意思。各位贵宾，接下来便是本次拍卖会的最后一件压轴重宝。这股生命力是2品寿元丹。诸位，莫要坏了我天宝商会的规矩。2品寿元丹2颗，不单卖，服用1颗可寻寿100年，起拍价100万下品灵石。100万，倒也便宜。400万下品灵石。500万下品灵石。金丹大圆满的威压，再敢多嘴一句，真的会死。520万下品灵石，600万下品灵石。阁下的胃口未免也太大了些。刚刚拍下了惊鸿剑，难道还不满足吗？天宝商会拍卖的东西，向来都是价高者得。老匹夫若是玩不起，就赶紧滚。600万下品灵石1次，600万2次，600万3次，成交。本次拍卖会到此结束，诸位可以离去了。公子，这是您拍下的寿元丹，请您查收。数量无簇。公子，我们会长说了，您拍下这2大宝物，难免树大招风。公子若是需要帮助，不必了。公子，怎么，怕本座出事？可愿留在本座身边，做本座的侍女？时间差不多了。阁下，老夫乃上林仙门外门长老。如果阁下愿意交出寿元丹，阁下将会是我上林仙门的朋友。上林仙门能攀上这等巨头，不愧是上林仙门啊！寿元丹这等宝物，竟只配做个朋友。这位道友，妾身乃紫月仙门内门长老，交出寿元丹，你不仅是我宗客卿长老，妾身还立下天道誓言，必为你寻一位肤白貌美的道侣。老夫青莲仙门内门长老，紫月仙门能给的，老夫一样不少，并且青莲仙门可免费为告友出手3次，
3大仙门齐聚，这寿元丹我刘云成是连汤都喝不上了。说完了。3大仙门死盯着，这局没法入。那人在何处？紫渊妹妹，寿元丹这等好东西，你难道不想跟姐姐一起分享吗2位仙子，可否让聂某也分一杯羹？这次干得不错，此番回去后，本宗主必定重赏你。谢宗主。小子，把东西交出来，本座留你全尸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3大化身强者齐聚，这等死局，除非苏家大能赶到，可他居然是残影。王长老，本座收到你的传讯，途中吞服数颗复灵子髓丹，才一路赶来。你让本座看这个？宗主，属性发誓，我一直死死盯着那一扇门，连只苍蝇都没飞出来过。2位道友，你们就在他隔壁，还请为我作证啊！能在3个金丹眼皮底下，神不知鬼不觉的金蝉脱壳。看来我们都小看这刘云成了。既然正主不在，问问这丫头便知。你醒了，本座问你。2位仙子，本座时间宝贵，没空听到废话。叶宗主，请住手！见过3位宗主，怎么张会长要阻拦本座？老朽不敢。只是子涵是我天宝商会的人，聂宗主若强行对他搜魂，苏家那边怪罪下来，老朽担不起。拿苏家压我，你算什么东西？这聂离忌惮苏家不敢真动手，却又拉不下脸面，只会用气势欺压。2位何必伤了和气？张会长，可否让本座对这位姑娘询问一番？既然是南宫宗主要求，只要不伤及神智，自然可以。子轩，好好配合南宫宗主。是会长。小姑娘，看着本宗主的眼睛。小姑娘，告诉我，你接待的那位神秘阔少是谁？长什么样子？回南宫宗主，子轩不知道。他穿着黑色斗篷，戴着黑色鬼脸面具。这一点老朽可以作证。那他是什么时候离开包厢的？小女子不知道。不知道？孤男寡女在包厢里待了那么久，你怎么会什么都不知道？哼，那位公子在拿到寿元丹后没多久，就将我打晕了。他没说谎，青莲心经之下，若有虚言，心脉必生震动。可惜了，我们一路耗费3颗复灵子丹赶来，线索还是断了。今日多有打扰，这是一点心意。若下次还有寿元丹出内，烦请派人知会青莲仙门一声。南宫宗主见谅，天宝商会有苏家定下的规矩，老朽不能收。规矩？寿元丹这等奇珍，只能上拍，不能私售。且为了拍卖会会长在举办卖会前，务必确保来的实力不会强过会长本人。宝
好，那间包厢的流影阵竟然还有残留。20天了，3大仙门的人应该撤干净了。陈元，驾车去雷霆城。是主上。朕若没有这火灵丹，也不知道公子他现在怎么样了。小姐，此次出行让你受委屈了。我不委屈，只要黎叔和大家都没事就好。家主派来的增援已经到了。另外，我们在养伤期间查到了，表面上是4大世家共管，实则江家一家一独大。据可消息，有一名插手了这凡人之事，打破了。小姐，我们要不要出手守江家？仙人，我倒要看看是哪路仙人敢挡苏家的路。这世间怎么可能有仙人存在？那些所谓的仙人，分明就是炼气境的修士，在凡人面前故弄玄虚罢了。小姐所言极是。苏家的情报人员说，这里常有修士往来。黎觉得我们是否该在清源镇设一个分会？小姐，为什么修士介入，打破了4大世家和城主平衡吗？正出手。确实，以天宝商会的名义效助，事成之后，商会在此地的声誉必会大涨。事不宜迟，黎叔立刻动身。家主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别急，慢慢说。厉王家、吴家还有城主府的人又来了，还带了一群生面孔，来势汹汹，已经闯进主堂了。去主堂。莫寒，江家千万不能有事。大人，此人便是江家家主江天。你就是江天。听说你们江家为了独占鳌头，不惜耗费仙人干预凡间之事。这种口气还那护卫身上的气息，他也是仙人。莫寒大人不在，这该如何是好？大人啊，你有所不知，这江天作恶多端，不仅仙人对我们下手，还杀害了我们不少弟子，可请大人主持公道。哦，你休要胡言乱语，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的，明明是你们。我们可以对天发誓，江天，别以为我们不知道，几个月前你收了我们去年80%利润，可那笔钱你根本没交给那位大人，这就足以证明你江天为了家族利益，根本没给钱，而是把自己的亲生女儿江希言献给了那位大人。你这是在污蔑，是吗？那你有没有胆量当着众人的面让江希言验身，看看他到底还是处子之身？怎么，江天，你不敢了？言儿，这是真的吗？原来如此，他们先一步找了仙人告状。放肆！传讯符，他想叫人，看来吴家没有撒谎，他确实做贼心虚。放开我家小姐！是他，那天救我的人。住手！哼，若非小姐有令，不得随意杀人。你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，找死！不要！区炼气10层的把戏。等等，这气息怎么可能？这股火焰的气息和莫寒送我的火灵丹一模一样。死！住手！黎叔，杀了他。苏家不需要不听话的狗。
属下遵命。别怕，你可还认得我？是你？你们请来的那位仙人，可是当初与我同乘马车的那位公子。放心，他不仅对你们有恩，或许也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是，大人，这江家分明是……把事情经过一字不吝地告诉我。那位公子为了救我们，连续施展了2次瞬移之法，仅仅一瞬便将那2位仙人斩杀。炼气境的修为，瞬移身法，再加上这与火灵丹如出一辙的火焰气息，绝对错不了。莫寒，真的是你，真的是你！恶人先告状，糊弄到我头上了。大人饶命，是我们猪油蒙了心，求大人开恩。从今往后，你们胡3家听从江家调遣，若有人胆敢反抗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听明白了？明白，明白。西叶妹，过些时日，我会派人在此地建一座天宝商会分会，以后江家若遇难事，商会替你撑腰。多谢苏晴姐姐。西叶妹妹，姐姐想问你一件事，你真的已经是他的人了？他竟真的……苏晴姐姐，你能带西颜一起去修仙吗？我想跟上他的脚步。多谢阁下守信，告辞。公子，何事？奴婢能否与公子一同进城？奴婢想买几件换洗的衣裳。那就一起走吧。把这里所有的女装，无论是长裙还是短裙，全包了。公子，不用买这么多的，这太贵了。记住，以后只有我们2个人时，你只能穿短裙；若是有第3个人在，你就整穿长裙。明白了吗？400年的寿元，足够挥霍一阵子了。怎么回事？人为何如此之少？原来是其他宗门测出了极品灵根。这位兄台，那边也是招收弟子的，为何如此冷清？兄台有所不知，那边是青云宗，虽然号称南域10大仙门之一，但实力早就垫底了。天赋好的谁去那儿啊？只有那些实在没出路、天赋奇差的杂鱼才会去碰碰运气。垫底又如何？只要那条下品阴脉还在青云宗，就足够了。多谢。凡品灵根，你可愿加入我青云宗？这身形似曾相识。时辰差不多了，收拾一下，准备回宗吧。我来加入青云宗。是他，几个月前他才炼气3层，如今竟然炼气6层。炼气6层，师弟，快跟师姐来这边登记，名额有限，先到先得。既然人齐了，立刻登舟回宗。各位师弟，从现在起，你们就是青云宗的人了。这2本册子，一本是青云规，一本是大夏修仙手册。青云规必须熟读，宗门规矩不可废。至于这大夏修仙手册，手册上记录了大夏各方势力和他们的服饰，你们这7天在路上务必死记硬背下来。以后在外面遇到那些排名在咱们上面的仙门弟子，切记绕道走，万万不可发生冲突，明白了吗？最弱又如何？正合我意。7天后，阴脉便是我的。
过来。10大仙门，青云宗果然排在最末位。上林仙门，2个月前在黑市得罪的那个万门长老就是这儿的，看来以后得避着点儿。师弟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不想看书啊？没。师姐理解你的。师姐当年拿到这2本破册子，也完全看不下去。不过小师弟，咱们青云宗规矩严，你最好还是看2眼，免得犯错。小师弟，你可是我们和风主这次招到的修为最高的新弟子了，只可惜，就算你是天品灵根，也没法加入我们这一峰。请问师姐，这是为何？因为我们都来自玉女峰啊。师弟你不知道，我们玉女峰从来都不收男弟子的哦。既然不收男弟子，那峰主带我回宗，打算我扔去哪儿？这你得去问峰主了。我们玉女峰的后山，可是有个连长老都不敢去的地方。宗门并没有规定玉女峰不能招收男弟子，只是后来宗门来了一个讨厌的家伙。哦，这家伙每天都在窥探我们峰主的容貌，他还仗着自己的身份，不断恐吓我们玉女峰的男弟子。大家不敢得罪他，只能无奈退出。从那以后，就再也没男弟子敢来了。此人确实让人讨厌，咱们宗门就没人敢管管吗？小师弟，你不了解，这个人的来头可大了，就连宗主都不敢轻易得罪他背后的势力。他是……不好意思哦，小师弟，我们峰主传音，不让我继续说了。理解。好霸道的金丹境神识，看来刚上非洲时，锁定我的就是温峰主了。小师弟，每次招收完新弟子，5大峰都会在这里比资质，拔得头筹的峰会有奖励的。莲雪妹妹，这次回来的这么晚，想必招收的弟子天资一定很不错吧？只当试探的威压而已。江峰主多虑了，我们这一趟较为出色的也就是一个炼气6层的散修，而且灵根只是凡品。小师弟不用紧张哦，几位峰主只是想看看咱们有没有招到好苗子。林沁，此人是谁呀？哼。师弟你好，我叫萧逸，是宗主峰的弟子。萧师兄，何必跟这种人一般计较呢？以后他就会知道咱们宗主峰弟子的厉害了。也是。小师弟，实在是抱歉了，我似乎不小心给你招来麻烦了，别回头。这个叫萧逸的也是我讨厌的人，他是我的追求者，心胸狭窄。平时其他峰的男弟子只要跟我说几句话，就会被他叫去谈话。你刚才的态度肯定惹怒他了，不过别担心，接下来只要你和我保持距离，他应该就不会找你麻烦了。原来是个争风吃醋的废物，完全感知不到修为至少比我高出3个大境界。见过宗主。 5位峰主辛苦了，接下来一一汇报吧，让本座看看这次都招收了哪些天才。文峰主，就从你开始吧。玉女峰此次只招收10名弟子，稍微出色些的仅有一炼气6层的弟子，且只是凡品火灵根。周峰主，你那边情况如何？宗主，我们宗主峰这次有幸招收了一名拥有地品水灵根的弟子。地品灵根，依依，还不快来拜见宗主！弟子顾依依拜见宗主。好，炼气4层，地品水灵根，真乃我青云宗之幸。此乃5品筑基丹，赠予你了。弟子顾依依，谢过宗主厚爱。 5品筑基丹，在天宝商回，起拍价至少80万下品灵石。这青云宗还真是下血本啊！好了，尔等不必羡慕顾依，本座可以向你们保证，只要你们潜心修炼，为宗门做出贡献，别说得到1枚筑基丹，就算是破阴丹，也不是不可能。原来是个会画大饼的宗主。 接下来，于峰主来说说此次出行都招到了哪些弟子吧。是宗主。此次我们罢了，本座宣布
此次5位峰主外出招收新弟子的任务，周藏峰主胜出，4位峰主可有意见？周藏，这次本座就赏出你2枚复灵子心丹，你觉得如何？多谢宗主。对于温峰主此次招收的这8名男弟子，4位峰主有什么想法吗？江峰主，平日里见你和温峰主交情匪浅，不如就由你来替温峰主。还请宗主恕罪，乌鸦峰的资源实在有限，实在无法供养这么多弟子。宗主，恰巧玉女峰缺少一些负责生火做饭的弟子，不如就先让他们充当杂役弟子吧。外门弟子变杂役，这修仙界的规矩，果然只为天才浪路。既然温峰宗主已有安排，那便如此定下吧。杂役弟子嘛，也好。越是处于阴影之中，越方便我行事。事情发展至此，本座也未曾料到，若尔等不愿留在青云宗，本座可安排人送你们回雷霆城。前辈，晚辈愿意留下。前辈，晚辈想先回去，明年再来试试运气。你们呢？我等愿留下。可离去者50块下品灵石，留下者100块下品灵石，全做补贴。林沁，你安排人送他回雷霆城，其余人带回玉女峰。莫师弟，那个院子以后就是你的住处了。师姐，这是为何？他们6人同住，我却单独一院。因为那个大院刚好只有6间房呀，已经住满了，只能委屈你住这边喽。怎么，你不乐意？那我这就去给你安排一个人多眼杂的院子。师姐误会了，我很喜欢清静，多谢师姐好意。这还差不多，明日起就要干活了，记得多看青云龟。玉女峰可不是随便乱逛的地方。单独的院落，是巧合，还是试探？不过，正合我意。峰主，弟子已按您的吩咐，将莫寒单独安置在一处院落。辛苦了，下去吧。凡品灵根，却能在短短数月从炼气3层突破至6层。是，莫寒，本座倒要看看你这单独的院子里藏着什么秘密。是时候了。神隐诀，幻影，好浓郁的天地阴气，果然藏在山上。这是温泉？谁在那里？阴气的源头还在上面，没必要在这里浪费时间。难道是错觉？玉女峰峰主，他果然在这里。是他，当初在黑鹰手下救出的那个女人，竟然就是玉女峰的峰主。好纯粹的天地阴气，原来青云宗的2条下品阴脉就藏在这清泉之底。他有金丹中期的修为，硬抢无异于找死。既然带不走，那就借地修炼。奇怪，今日吸纳阴气的速度为何如此迟缓？这方天地的阴气似乎被什么东西分走了一般。糟糕，吸得太猛，竟然在这个时候突破到了炼气7层，气机泄露了。何方鼠辈，敢在玉女峰放肆！这股气息，难道是
一念千里。不管你是谁，你逃不掉的。见过师尊。雪儿，刚才为师察觉到这里有一股灵力的波动，可是你修为突破了。回禀师尊，徒儿也觉得奇怪。刚才徒儿在此处修炼时，明显感觉到这里的天地阴气突然减少了，随后便感应到了周围有一股陌生的灵力波动。这股神识的强度至少高出我3个大境界，被扫中必死无疑。师尊，是否发现了什么异常？方圆10里之内，并未察觉到任何异常，或许是为师过度敏感了。好险，不能再待下去了。这女人的眼神带着敌意。原来如此，萧逸的狗。从今往后，吾便是尔等的负责人，吾名赵月，尔等称呼吾为赵管事就行。听明白了，赵管事。莫寒，你为何不回答？莫非你对本管事有什么意见？没有听明白？听明白了。莫寒，你竟敢如此无礼！你这是什么态度？这就是你作为一个杂役弟子对待管事的态度吗？倒是有几分骨气，竟能接下我全力一击。有意思，这小子究竟是什么来头？罢了，本管事暂且原谅你了。现在开始给尔等分配任务。至于你，从今天开始，每天必须到山上挑10万桶水到厨房备用，还要到后山腰处砍伐10万捆木头。若是夜幕降临还没有完成任务，后果自负。好的。既然都清楚了，立刻开始行动。喜欢用小皮鞭抽人是吧？想用流影石定我的罪？好，好，好，想到一个很好的惩罚方式了。没有神识锁定。基础建议都未领会，还需静心。他的建议竟比3年前更精准了。沉肩、坠肘，感受剑的重量。不好！我操，真他娘的准！谁在那里？